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晚上的恐怖怪談。今天晚上我要介紹世界上哪一個人恐怖經歷有發生在世界上哪一個角落呢？我必須說，今天這一則經歷是發生在遙遠的國度叫瑞典 Sweden。那這個國家其實我對它的印象就是 Volvo 瑞典坦克跟那個北歐的那種設計啊，還有那個漂亮的國度啊，乾淨的國度，很高的消費啊。其實小弟自己個人有機會也蠻想要到北歐走走，瑞典啊、挪威啊。有人說很無聊，但我不知道，有時候乾淨的環境就會讓我覺得很舒服。那這樣舒服的國度，其實我稍微查了一下，它也有一些恐怖的傳聞哦。像我今天要介紹這一則呢，其實算是我不知道它算不算凶宅，因為它不算是這個房子不算是自然，不算是那種意外死亡。那這樣算凶宅嗎？我不知道。只是呢，今天的主人公去到這個屋子的時候，他們去這屋子做一些事情的時候，可以感覺到有他們看不到的人存在哦。至於是什麼樣的故事呢？接下來我就來介紹給大家了。這片我成長的土地，蘊藏着非常悠久的歷史，真的非常的悠久。從鐵器時代起，就在這一帶發現過遺跡，只是由於這裡地處北方偏遠，加上冰河時期大部分的土地被冰層覆蓋，因此考古學家多半選擇在南部挖掘。再加上政治與經費等因素，這裡一直沒有進行正式的發掘。我小時候常和兄弟姐妹在這片土地上發現一些東西，雖然多半是比較近代的遺物，比如說舊硬幣、陶瓷碎片、牆壁殘塊、破鞋子等等。對我們來說，在農場工作或玩耍時，挖出這些東西是稀鬆平常的。媽媽也收藏了不少她在田裡撿到的牛鈴，像是牛奶瓶那麼大，到像頂針那麼小的都有。整片土地都散發出濃濃的歷史氣息，仿佛能感受到幾百年來無數人在這裡辛勤生活的痕跡。或許正因如此，我家周圍常發生一些靈異又詭異的事情。這次我想講那間小木屋的故事，以免說得太雜亂。那間木屋是2層樓高的木造建築，曾是我們家庭的祖屋，後來不知為何被搬走並賣給外人。其實也沒搬多遠，就在祖道外幾百公尺的林子裡。我大概8歲那年，那間木屋再次被掛出售。媽媽經過一番交涉後，終於把它買回家族名下。木屋成了我們的夏季小屋。前人屋主把外牆漆成紅色，還加蓋了一個原本打算做浴室的區域，但工程半途而廢，始終沒有完工。對我們小孩來說，那裡簡直是冒險天堂。屋子裡有電，但沒有暖氣，壁爐也壞了，所以冬天不能住。然而那地方總有說不出的詭異感，一個人待着的時候，會覺得背後好像有人站着，總有着被盯着看的寒意。第一次奇怪的經歷是我和姐姐一起睡在1樓那張舊式的拉床上，半夜我醒來，聽見有女人在啜泣，但我太困又太舒服了，就把被子往頭上一拉，又睡回去了。隔天早上，姐姐說她半夜聽到有人在唱歌，本來以為是我。她說那聲音像是女人在唱歌或哼着搖籃曲。我們覺得雖然奇怪，但與其說可怕，不如說讓人好奇。我從小就對過去的事情着迷，也想知道以前住過的人是怎樣的。下一次發生的事情就真的很恐怖了。那天我和姐姐2個表兄弟一起睡在2樓閣樓，正在吃零食玩遊戲，開心大笑的時候，忽然清清楚楚地聽到樓下嘣的一聲推開門，接着傳來沉重的腳步聲，像穿着工作靴的男人一路走進玄關，再走出客廳。我們全都嚇到不敢出聲，面面相覷。最後姐姐鼓起勇氣大聲說：爸，你聽到了嗎？好像有人在樓下。
他這麼說是想讓個人以為樓上有大人在。之後一切陷入死寂，我們再也聽不到任何的聲音，一直等到凌晨2點，天色微亮，才鼓起勇氣下樓查看。我們一邊拿着哥哥的啞鈴當武器，一邊戰戰兢兢地走下那陡峭的階梯。結果什麼都沒有，門還是鎖着的，沒有被打開過的痕跡，也沒有其他能進出的地方。而且如果那個人真的離開，我們一定會聽見聲音。同樣的事，那年夏天又發生過一次，那次是姐姐和朋友們在那裡過夜時遇到的。之後發生了一些小怪事，我們也漸漸習慣了，有時就當作是老木屋在說話。直到幾年後，又有一次真正可怕的事情發生。那年夏天，我和姐姐決定要在木屋住幾周，算是體驗獨立生活、自己做飯的小挑戰。我們過得很開心，白天照樹屋，有時也千里流經木屋旁的小溪。那條溪被垃圾堵住了，我們撿出一些老啤酒罐、桶子，甚至老舊的金屬碎片。雖然辛苦，但很好玩。因為木屋沒有水管，所以我們用溪水洗碗。有天晚上，我們煮粥，不小心煮焦了，懶得當下清洗，就倒了點水泡着，放在門廊外。那天我們回祖屋補糧時，又順便看了迪士尼的卡通，一邊吃着爆米花。晚上，我們笑着回到屋木，打算清洗鍋子。我們把鍋拿去溪邊，用溪水沖乾淨，邊聊天邊提着鍋子回來。當我把鑰匙插進鎖孔時，兩人忽然同時僵住了，很難形容那一瞬間的感覺。我們幾乎同時知道不能進去，仿佛門內有個人正在等着我們，等着做什麼可怕的事。雖然門上有玻璃窗，我們能看見裡面空無一人，但那股恐懼與邪惡的氣息強烈到令人窒息。我們什麼話也沒說，慢慢的後退，把鍋子放在草地上，一直後退，退到大馬路上，然後拔腿狂奔，拼命跑回家。那晚我們偷偷睡在另一間小屋裡，再也不敢回去。媽媽後來因為我們沒有回去收拾木屋而生氣，但我們實在太害怕了，一直拖到1個月後才鼓起勇氣回去整理。木屋曾是整個農場的主屋，歷史太久了，所以究竟是什麼造成那些事，誰也說不準。媽媽曾說過一件最令人心痛的往事，曾經有一家人住在那裡，1年內失去了所有的孩子。我如今也快當母親了，根本無法想象那種痛苦，但我想那樣的悲傷也許真的在這片地方留下了痕跡。這讓我想起那夜聽見的啜泣聲，或許就是那位母親的靈魂吧，在為她失去的孩子們哀悼難過。好，介紹完今天這個恐怖怪談，我必須說了，恐不恐怖？其實假如要給他評分的話，我大概是給他到3顆星，因為他也是有在家裡碰到一些狀況嘛，但這不是他們的家，這只是他們像是一個度假小屋。那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呢？那這塊土地有這麼樣悠久的歷史，會不會之前有發生過什麼樣的一些狀況，導致這個地方有人不幸過世或往生呢？那其實最後他媽媽有說出來，就是1年當中全家的小孩都這樣死去，不知道是得病還是怎樣，是死因不明嘛。對啊，所以說或許就是那位母親的靈魂造成這些屋子裡面所發生的一些狀況，也說不一定，不是嗎？好，那剛刚有說了，評分是3顆星嘛，對不對？我只能說啊，住在這種歷史悠久的地方了，或許多多少少你可以感覺到這個屋子的以前有發生過些什麼事情。或許它就像個時光機一樣，就像我有時候去廢墟去一些老宅，我就說它像個時光機一樣，不破壞等等之類的，不是嗎？好，那我覺得這個故事其實還蠻有意思，就發生在瑞典。好，那今天的恐怖怪談就介紹到這個地方為止，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下周再見，拜拜。
咿呀擦擦。